但是实际上你要帮助到真正的弱势，一个老人老人老灰啊，然后他身份证早就被人家偷走了然后都有问题，通缉中，因为惹到那个步子卖掉的诈骗案件，然后他现在有糖尿病，然后他要洗肾要干嘛的，然后他申请租补，怎么租啊？他没有工作，怎么租啊？这个就是要甩给国家养的。可是现在这是租补助呢，你自己也是要出，对不对？很困难，很困难啊。然后一般新盖出来的社会住宅会有所谓的关怀户，关怀户就是专门有一定的户数要给那个，就来用来安置就对了这个关于关怀户我会有一场直播来讲这个政府自己的社会住宅租金也被欠得乱七八糟就是这样。所以说这个一个政策的施行没有那么直接我要补助弱势低收入户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什么中低收入户一堆没有吃到补助？他们就有问题那问题上这个面子尊严上的包装就会变成说认为申请流程繁琐，对不对？其实是他婆早就被警示了，其实是他身份证都有问题，就会变成这样，很难处理，非常非常难处理的。应该政府要养一个机构，房市大小事租屋补贴报 3.6 万户一领，59件诈领移送减掉，刑法刑法4成补助竟非补助弱势先说结论，就是租屋补助里面只有6成是补助给弱势的人，其他都是一般民众去领走了真的有违这个立法的初心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上一支影片聊了建商疯狂的在高雄裂地，如果你还没看过的话可以看一下。今天我想跟你讨论诈领租补已被移送减掉这次来讲一个新闻，很夸张来，标题我念一下：内政部 3.6 万户一领租金补贴，59件诈领案已移送减掉。内容是这样根据内政部最新报告指出，截至今年的3月31号止，租金补贴专案计划一领的情形有 3.6 万户，占 4.6%其中涉及诈领的有446件申请案，59件已经移送司法检调机关去侦办，就是说申请租补搞到刑事案件，这很夸张我也讲一下说为什么他们会违法，其实就是不要乱来就好了嘛。你看我红框的地方写的是提供假资料、伪造契约、冒用他人名义，那最轻是追回租屋补贴、撤销补助资格，严重的就是我们刚才讲的移送检调侦办。我未看先猜里面会有什么可爱的大学生来，像这一篇9个人跑去租一间3房，然后这9个人通通都去申请租屋补助直接说不用付租金，政府还要贴钱，这样这个薅政府的羊毛，你知道那大学生就是可以真的然后呢呼朋引伴919大家都大学过了就知道了有这种事情只要有一个人站起来揭竿起义，大家就跟了就是这样。好，再来你要知道租屋补助的实行成效到底好不好。我们接下来就来聊说这个租屋补助已经实施这么久了，对不对？它的成效到底是好还是不好？直接看这张表，是不是觉得怪怪的？租屋补助不是为了照顾弱势吗？那为什么低收入户只有 55.6% 申请呢？中低收入户 60.1%， 两者的户数相加加起来也才 57.8%， 也就是说超过4成的租屋补贴都不是给到低收入户或中低收入户，都是什么一般民众去申请的。那当然你符合条件你就去申请，这是你的权益只是说这个租屋补贴推出本意是什么？照顾弱势嘛。那当初在推法案的时候就是这样子现在感觉怪怪的唯一现在可以参考的资料只有2020年台北市社会局所做的调查你看就算你把房东不同意报税的这种外部原因拿掉，还是有 29% 的民众觉得申请很繁琐跟不知道有这个补助这张表就是在讲说未获得补助的原因嘛。比例最高叫做房东不同意报税，担心租金会上涨 32%， 再来是民众认为申请流程繁琐 17%，再来是不知道有租金补助 12%， 这还有不知道的然后再来是居住于非属规定之合法房屋，比方说你是跟二房东租的
啊，你也怕出事出包18%，再来是不符合资格21%。总之就是说，这两个加起来叫做民众认为流程繁琐跟不知道租金补助，这两个加起来，就已经快30%了。那你自己看，这个台北市资讯最流通的台北市都长这样了，就不要讲其他县市，尤其是南部不知道自己可以申请的人其实超级多。最后你要知道，包租代管也没有帮到需要的人然后我们再来讲包租代管，明星产业对不对？政策之下应运而生的产业，赚政府的钱的。好来，包租代管进化到现在也很方便了啦，至少我听到你只要找正派的包租代管公司，你签约之前他就会问你要不要申请租屋补助嘛，然后流程怎样怎样的。照理说就算你不会申请，你找到包租代管他不是全部都帮你弄起来吗？但是处理现实的情况还是差强人意。你看这张表包租代管的户数里头，经济弱势的占比只有 8.96%， 不到 10%，很夸张所以这个政府弄一堆社会住宅包租代管有的没的，照顾了多少？不到 10% 的弱势。这不是我在黑政府是数据就是长这个样子。然后我们再来看下一张表看空一族最爱讲的，老了会有政府帮你兜底嘛？我老了会给政府养怎么样的好，数据上现在政府就是没有要养你的意思啊。数据上65岁以上住在包租代管的占比几趴？ 14.6%，申请租屋补助的人只有 7.3%。 对啊那你也不要想说因为这些老人他不会用手机跟电脑罔顾自己的权益怎样或怎样。我跟你讲，我们老了也会变这样。帮我换个问法问你，现在 AI 这么行对不对？那你手机上有安装超过2个 AI 的 App 吗？那你工作上有用过超过5个不同的 AI 工具吗？对不对？是不是没有？现在的年轻人都要用 ChatGPT 做报告，那个叫自然而然我们到老了可能就会变成这样。到时候有更新的东西，我们这些老灰我们跟不上等我们老了，很可能我们跟上世界的速度就会变得很慢很慢。那可能到时候买报纸吧到时候看报纸可能是我们最新的资讯来源这样那就你的权益，结果你不知道你自己可以去申请，这是很有可能发生的事情所以我还是建议你现在就跟我一起往老了有房也有钱的方向去努力。就我们住在自己没有贷款的房子，还有另外几间房子在收租，就算我不知道有这些补助可以拿，我还是很爽就是这样这样我们才会老有所依啦不一定要依仗子女啊，子女现在赚钱那么困难，你还去吃他的老有所依，依在那个房子上我看起来是台湾版本的最佳解。好，那就算你都知道这些补助那也是一句怎么办？就我不符合资格，因为我太有钱了这样不是很好吗最后我想问你，你觉得租屋补助最快让弱势可以知道的方法是什么？知道就好要不要做他们自己来决定就是宣发啦最快让全国的弱势都知道我可以去领补助最快的方法是什么？A. 直接普发简讯来宣传，而且是国家级简讯。 B. 政府成立下乡宣导队。 C. 直接在公庙贴布告栏来宣导。很传统对，很 old school 对讲个题外话，就是现在的房地产市场很冷清那让你感到害怕，不太敢继续置产。我的看法是这样先说结论，现在是对高雄市低总价的中古屋而言，教科书级别的巴菲特，别人恐惧我贪婪时刻真的我没胡乱因为高雄市的重大建设跟民间投资跟工作人口都还持续的在盖在成长，都没有停。2026年开始会陆陆续续的启用或是开幕，而且像台积电的正式上班人数嘛，也都还在成长中，还没有完全发酵。以现在的自产周期要出租放生满5年来看现在真的是比去年疯狂的去年还要美的进场时间点。我认真我这种重大建设旁中古屋的流派就是这里好，赚不是最多但是稳健到爆，天塌下来了有预售屋顶着嘛那我都还持续在看你不用怕，因为我们的目标是老了有房也有钱关税台币升值就不过是30年自产周期中的一朵乌云而已，安北高雄南高雄自产中古屋就找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林店长处理，赖就加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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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个 go 加这个赖来慢慢看 po 给你的房子都挑过都有战斗力的。
反正天塌下来了，有预售屋顶着了。我们中古屋真的是非常的稳健哦，安啊！台北市、新北市自产就找萧店长，赖就加小老鼠拜台北哦，直接看低于实价登录的房子。最后，请你购买我买房阿元的 YouTube 频道会员啊，我会挑出能够拉抬房价的重大建设。我的高雄自产作业就直接给你抄，一个月250块钱，自产高雄之前上个保险非常的便宜。你有购买会员的话，就我回答问题会详细也认真很多哦。那通常会用到录音去好好讲，这样没有买的会员我就简答。老了有房也有钱，这个目标才是我们的追求。现在就点开资讯栏加入会员，直接开始抄作业。我是买房阿元，加入会员，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讲八卦哦，就是说为什么弱势的人哦，我跟你讲，反而他没有能力申请租补。真的是这样，真正弱势的人哦，是没有能力去申请租补的。为什么？你光要提供身份证明文件、户籍资料、租赁契约相关文件、存折、银本这些文件，这个在我们都是反正掏一掏就掏出来了嘛。那真正弱势的人这些东西都有问题。什么身份证已经卖掉了那什么户籍也卖掉了，现在被锁起来的状态，那么东搞西搞一大堆，所以才会变成弱势嘛。然后这个政策上要去帮这些弱势。这个弱势连文件都拿不出来，你要政府怎么办还有很多种样态就更生人一关出来之后，那现在是有机构会去帮他们找，好，那就他也没工作还没找到工作，好像什么有的没的，他们是要怎么处理嘛？真的是很困难、很棘手的题目，利益都两散，但是实际上你要帮助到真正的弱势，一个老人老灰啊，然后他身份证早就被人家偷走了然后都有问题，通缉中，因为惹到那个布子卖掉的诈骗案件，然后他现在有糖尿病，然后他要洗肾要干嘛的，然后申请租补，怎么租啊？他没有工作，怎么租啊？这个就是要甩给国家养了。可是现在这是租补助呢，你自己也是要出，对不对？很困难啊。然后一般新盖出来的社会住宅会有所谓的关怀户，关怀户就是专门有一定的户数要给那个，就来用来安置就对了这个关于关怀户我会有一场直播来讲这个政府自己的社会住宅租金也被欠得乱七八糟就是这样。所以说这个一个政策的施行没有那么直接我要补助弱势低收入户如果是这样，然后为什么中低收入户一堆没有吃到补助，他们就有问题那问题上这个面子尊严上的包装就会变成说认为申请流程繁琐，对不对？其实是他早就被警示了，其实是他身份证都有问题，就会变成这样，很难处理，非常非常难处理的。应该政府要养一个机构，一个部门专门在协助弱势申请租补，我之前影片才提到，就是老人家的安置问题这个目前都是民间的基金会在做呢，什么崔妈妈基金会在做呢政府就是公事公办，你就是要有这些手续文件材料齐全，我再来帮你办，合法合理，但不合情嘛，就是这样。那些老人你要他怎么办流浪在街上的那个流浪汉，你想要你把他带去，他没有身份证对你要怎么安置然后又很难管理，然后又没有工作能力，就是政府要来兜这个底推出的这个社会住宅包租代管服务，看起来还是没有办法真正的帮助到核心的弱势族群，就是这样有一部那个台湾的 YouTuber Manscan 玩物志A 人哥拍的，这个影响我很大呢，我很触动呢。如果你有空的话，你去看一下，你等一下就去 YouTube 里面找这个，它标题叫做台湾版下流老人你去看一看那个影片，都不是政府帮忙，都是民间机构把它媒合，它才有地方可以住，很夸张啦。总之就是这样，那只能期待说你我跟身边跟家人不要成为人家影片中的台版下流老人不然真的是灰给，真的是完全不知道怎么处理但是影片真的很好看，你可以去看一下。所以我的目标是怎样？老了有房也有钱嘛你有房就会有钱了，有租金收入有房也有钱，可以稳固自己的后半生安度余生。不要你的下半生你的退休后怎样过得轰轰烈烈的早上在台北车站，那中午之后要到板桥车站，因为那里才有发便当然后下午的话要跑到内坜火车站因为什么有没的，
搞这干什么？就是年轻的时候累积起来哦，你要3年之内达成退休，这难如登天。但是啊，我们花30年来累积，就很简单，这叫自然而然就可以达成的事情哦。一起努力吧，老了有房也有钱。希望我们老了以后，什么补助、补贴、关怀弱势都跟我们没有关系哦。那这样就是说明了我们什么？我们做到位了，我们的命比较好。你最近在找室内装潢公司吗？我查到一个有趣的资料，讲给你听，就是说民众啊在找室内设计公司最讨厌遇到的几个状况。来，第一个，设计师、承包商收款后跑路，对吗？这确实很糟糕，因为这等于是装潢蟑螂，这就要打诉讼了。可是房子还是拆在那边很讨厌这样。不过我知道有一家不会这样，因为他几千万的门市，在家装潢都是老板自己买自己装的，有那个财务的实力。那现场也有直接可以挑瓷砖、挑板材的地方大门市找得到人，跑不掉。那真的做爆了的话，也兜得了底都还赔得起。第二点是施工不良，日后漏水我都施工了还漏水，这也确实很麻烦，因为都住进去了嘛。那到时候为了要修漏水，可能还影响到邻居搞得家里又要变工地。不过我知道有一家不会这样至少豪宅案子也是敢委托他们去做。那第三点是恶意追加费用，预算严重超支，这个也是很糟糕，就是通常是发生在那种跑单帮的设计师就他是先低价报价，然后把案子接进来，然后后面再一直加，反正我都拆下去了，那你不加也不行，就会感觉像被绑架一样。这个我观众也反映过非常多这种情况。不过我知道有一家不会这样，因为他们就做10几年了那这个案例上跟那个施工上跟他的售后去看他的 Google 评论评价就知道了。你刚刚看到的画面全部都是他们家以前施工做过的案例照片。接下来我都放完工后的照片给你看。先说结论台北市、新北市地区的朋友，反正就是泸州，他们店在泸州，泸州开车30-40分钟之内可以到的地区，那家里要装修或者自产的要装修，就找这一家室内装修公司先问问看。汉一室内装修，因为我有认识老板，那又加上很多双北的朋友在请我推荐室内设计公司，双北什么老屋翻新隔套老公寓预售屋交屋要整理要收租的，我就推荐这一家汉一室内装修。汉一陈老板案件经验非常丰富，他给我历年来的施工照片，案场超过100场照片超过27000多张，我都不知道怎么挑那加这个 LINE 可以跟助理先描述你的需求，甚至直接传屋况的照片，初步谈一谈之后应该就会去丈量了室内设计是这样就你找谁不是找，就是找而已嘛，就是怕被骗怕被敲而已嘛那我推荐我信任汉一陈老板。那你的房子要装潢那就找汉一室内装修，先加他们先去问一下。双北装潢就找汉一室内装修，买房阿元推荐，总是比在外面乱找还要安全一点。现在就加 LINE 的 ID 是小老鼠HANYI 汉一。